面对综合作战实力快速增长的中国空军，印度空军元帅急眼了。他认为双方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无法接受的程度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爽。在2022年的珠海航展上，歼20和歼16的亮相引发了外界的关注，特别是对中国重型战斗机装备数量的种种猜测，引发了某些人的焦虑。美国人甚至认为，中国装备的重型战斗机的总数已经接近美国和俄罗斯军队的总和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太可怕了，而且这件事已经吓到了印度人了。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国空军的飞速发展，但是站在印度人的角度看，还真不好接受这个现实。近日，印度空军的退役元帅阿尼尔·乔普拉在印度防务新闻网站发文称，印度空军迫切需要新的战斗机中队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阿尼尔·乔普拉表示，今天的印度空军其装备数量处于30个战斗机中队的历史最低点，迫切需要建立5到6个 4.5 代战机的中队。印度政府已经宣布，剩余的4个米格21战斗机中队将在2025年全部退役。在此期间，充其量只有大约2个光辉战斗机中队入列，这将意味着印度空军飞行中队力量的进一步减少。这位印度空军的前高级将领认为，更可怕的是，印度的邻居中国空军在航空工业飞速发展的支持下，正在迅速获得全球一流的高端系统和武器，这其中就包括隐身战斗机、高超音速导弹、远程导弹、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网络和电子战能力。中国空军正在为以网络为中心的联合作战做准备，以不断缩小与西方国家空军在飞机性能、指挥与控制以及电子战能力等方面的差距。乔普拉指出，解放军空军是世界第3大空军，拥有将近1700架战斗机，其中有900架战斗机是第4代以上的，并且中国的航空部门已经制造出了将近150架的第5代的歼20隐身战斗机，而中国自行研发的第2款隐身战机 FC31的试飞也正在加速。除此之外，解放军空军还运营着将近170架的轰6中程战略轰炸机，拥有大量的预警机和加油机，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的上升。除此之外，解放军空军还配备了大量具有全球标准的无人机，正在开发新型的远程隐身战略轰炸机轰20。大部分的中国战斗机都可以列装射程达到300公里的空空导弹。再回到印度空军这边，印军目前的30个战斗机中队里，只有2个是阵风中队，12个苏30 MKI 中队，3个米格29中队和3个幻影2000中队。到目前为止，其国产的光辉战斗机只列装了2个中队。那么综合一下上面的这些战斗机中队，他认为目前为止只有阵风飞机明显优于中国的歼10、歼11和苏27战斗机。到目前为止，印度空军只有3架大型预警机和3架中型预警机，只有6架伊尔-78空中加油机，这与中国人比起来显得力不从心。但是如果把中印空军的力量对比放在中印边境线上，他认为那么情况呢又会有所变化，因为与中国相比，印度空军在机场数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，其中大多数机场的高度较低。如果中印之间发生武装冲突，那么双方都将率先攻击对手的机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谁会占优可就不好说了，因为军用机场离边境线太近也并非都是好事，因为解放军还拥有远程火箭炮的优势，这对于几乎没有机保的印度空军来说是灾难性的。就印军目前的情况而言，其实更难受的还是能不能干得过巴基斯坦空军，因为即使面对军机装备数量较少的巴基斯坦空军，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。因为巴基斯坦空军现在已经拥有了将近130架的 JF-17枭龙战斗机，
25架歼十 C 战机正在陆续供应中，而巴军的预警机、空导弹和防空导弹均来自于中国。解放军空军和巴基斯坦空军还定期进行联合演训。如果在中印和印巴边境发生冲突，巴基斯坦可以允许将其空军基地交由解放军空军使用，这对于印军而言就将更难对付了。这位印军的前高级将领认为，42个战斗机中队是印度空军的装备下限。然而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，对印军而言又太难了。目前呢，他们可能有这么几个选择：一是大量订购国产的光辉战斗机，但是印度的航空企业每年只能量产16架这种轻型的战斗机，而且光辉战斗机的性能也无法满足印军的需要。第二，印度从国外一次性的购买114架战斗机，就算军费预算到位，从招标到第一架战斗机入狱，也需要6年时间。第三是增加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的数量。然而，关键的是，印度空军的钱不够用。所以，综合起来看，印度空军的心很大，实际上他们对付巴基斯坦空军都有困难，却还想着如何对标中国空军。所以，实际情况真的不允许他们满意，只能继续焦虑下去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